我是劳伦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邀请到了阿嘎。大家好，我是良心工作室的老板，叫我阿嘎就好。好，然后他今天是带来他这一台爱将150。发动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整齐，所以我都会把相同的东西都放在一区。再来是某一台客人的手工车爱将，所以就是因为他卖给我是风驰，这很夸张哦，风驰。这个是采发杆的。先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就是你是怎么拥有这一台车的？这一台爱将是上一年4月去，那时候在 FB 看到，他是说没有心力再去玩这台车了。对，那时候以8000块去收回来，然后自己再去整理。就是虽然零件都有，可是没有组起来就不能骑这样。对，都是散架的状态。前后花了大概从上一年4月到上一年8月才收集好全部的零件，所以4个月，就光找它的零件就先4个月。对，然后集齐了之后再把它组起来，这样又花了多久时间？大概花了1个月或至2个月。哦，对，这台车大概是我上一年11月才组好的，骑了大概2个月就抛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引擎的部分我在组装部分没有处理好。你说引擎螺丝没有锁好的？引擎里面有一个变速齿轮，我这台车引擎里面其实改了很多东西，有改了国际6档。那时候在 FB 上面看到有人开发这个套件，我就有点想要买下来，可是它好贵，它那时候早鸟价就要13000，对，然后现在市售价是19000，对，所以这台车花了不少钱。其实这个车没办法用金钱去衡量，这主要就是我的梦想，就想要把它整台弄到极致。就是因为对这台车有一个算是很美好的想象嘛，然后就决定来收一台来整理这样。对，应该说看到前辈他们玩这台爱将的时候，大家的很多想法，我觉得很酷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想要完成一台自己的专属爱将，就是打造一台与众不同。那你是怎么开始就是学修车，然后组车这样子呢？我17岁时候，人生第一次就把雄狮拆光。然后再组回去，就在这边。应该说在旁边啦，不是这边，这边是大概上一年才开始用的。再来第2次是拆 FZR， 这些都是前面那2台都是无牌的，所以我才敢这样去拆去组装。玩车这种东西是会遗传的，所以就是我爸牵回来的。对，然后在我国中时候，我爸就有牵一台爱将回来，所以我都下课的时候都是坐在后座回家。对，所以以前都觉得这台原厂的爱将怎么这么的慢又丑，不懂它的好。然后结果长大之后就一直玩爱将，我帮了很多车友。那长大发现爱将哪边很好？它的操作感。我相信玩爱将很多人都是被它的外观比较粗勇啦，然后比较稳，它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感觉，在野狼那些都没有这种感觉。就是爱将的车架好像是原本是要做250的，可是后来因为法规的关系，所以它就变成做150。应该说爱将这台车在那年代是属于应该说日本的重车下放的车架，像 FZR 它也是250下放到台湾，像日本就是 SR400。对，所以 SR400跟它的车架是差不多的，都是那叫什么
环抱式车架。应该很多零件就是定制的嘛。对，还有像引擎部分就有加大机油泵幅，还有 CNC 奥达。这颗就是原厂爱将的奥达。什么是奥达？就是离合器，离合器片在这里面，然后跟曲轴做个曲轴，然后跟变速箱做一个动力的传输，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橡胶减震去抵消冲击力。原厂的通病就是这个橡胶很烂，正常的话就是它不会动，它就是左右都不会动，骑了可能几万公里，它就会这样松掉，你的引擎声就会扣。再来就是换挡不顺，等一下发动给你们听，其实是很安静的，基本上你在外面有听到异音，不是内敛就是。这个很多黑的，我讲不完哦，怎么办？好，我发动给各位听听看，我再讲。有没有你在玩车的过程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不想玩的、很挫折的时候？有，在询问一些零件，问一些前辈的时候。以前修车的环境就是师傅会丢东西给徒弟，就是打徒弟的那一种。对，所以在询问一些前辈的时候，就会比较谨慎一些。你怎么会从自己修车，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？前2年的时候，我在赖群就自己创一个社群，就叫爱将，然后桃园区。大概过了1个月，有一个人进了群组，是一个快60多岁的一个阿伯，然后刚好住附近，他车有一点问题，然后就说不要过来，我帮你修修看。那时候还没有工作室，就是在车库底下、楼梯底下这样子，然后去帮他做维修。他就帮你介绍其他的车友，这样。那时候也还没有介绍其他车友，就是后续又有人进来这个社群，来去询问我，有没有办法维修啊那些。对，我觉得这些我玩车到成立工作室都是一个很多缘分啊，少了一个环节就是没有今天这样。所以其实很厉害。你说你17岁开始学修车，所以到现在应该说我没有学，我都是自学。就自己慢慢摸。对，自己慢慢摸。从自己的车，我光自己的爱将就拆了3、4次引擎，才敢去帮别人修引擎。去整台翻新这样子。然后就5年的时间，就是也算是有一个小的工作室这样。对，这应该是很多玩车的人的一个小梦想，就是可以有一个小车库，然后像这个墙上有满满的工具这样，然后有一些车子就可以自己动手做。工作室的部分，墙上有一些工具都是车友去赞助给我的，因为我很没有钱，基本上我跟车友收来的钱都拿去买工具，还有买材料了。基本上我的生活都泡在这边，没有出去玩之类的。但这也算你的兴趣吧？对，我是蛮开心的，可以帮助到很多车友，很苦恼怎么出现这个状况，然后帮他去解决。这台这样就是以我的梦想号去打造，我想打造是一台实用性的车，然后可以带我去露营，装了55升的后箱。对，然后就可以装比较多东西。小时候有些人小时候就是坐在油箱上面，然后脚放在这里，这根上。对，我遇到很多人都不会骑挡车，然后就要去玩老车，导致于很多东西他们不太懂，就把引擎弄坏掉之类的。然后要不然就是怎么车发不动啊，还有退档怎么会顿啊，对。这些种种原因，而且骑不出问题啦。你试车的时候也不知道它哪边有问题。对，我就有遇过一个客户，我骑都没问题，然后他骑就出现问题了。所以玩爱将就是你会建议说，有一点挡车基础的
再来玩爱将或者这样的老车会比较好？对，要有一定的基础，而且这种老车没有档显，只有一个空档灯，所以你不知道现在第几档，通常都要骑一段时间，你才知道这台车这个时速在什么档位。因为我们这台是原厂的话是循环档，从5档，在5档骑乘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可能刚好这速度想要再换挡，换下去的时候变空档，然后有些新手就会很紧张，再往下踩，就会变成1档，然后整个后轮锁死，然后车就摔了，人也掰了。我车头的部分是使用 FZ 的3角台，加上像 FZ 的前叉，它会改上去会变比较宽。然后为了要改双碟，所以就套上 FZ 的前总成。对，我们那时候早期改都是一种移植，前辈他们改装都会拿 FZ 的车去改前后。然后也会把 FZ 的双圆表还有大灯改上去。对，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说，你不要去抢他们的料，他们料已经够少了，还要去抢他们的料。对，这台车为了实用性，所以我就把方灯改成圆灯，是因为圆灯它里面的空间比较大。原厂方灯如果有人拆过的话，就知道里面空间非常的小。你想要换强一点的灯泡就不行，它有可能会过热那些，所以我就把它换成圆灯，然后也可以变成4H 的灯，对，然后就可以装比较亮的一些灯。仪表的话，我是维持原厂的，原本是装狒表，有玩手工车的人就知道，就是一颗圆的，上面有转速、有油量那些。刹车的部分我都是改直推，都是没有品牌的，我这台车都是以省钱去改装，因为毕竟我没有品牌迷失。油管的部分都改成金属油管，比较扎实。像塑胶的话，压下去，懂的人都懂，就是有一种 Q 度，很难说。对，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操纵感，玩爱将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过弯性很稳，甚至我在环岛的时候有在弯中杀过一台红牌重机。对，在原厂车的时候，对，我就觉得这台车在弯中的时候带给我的信心非常多。对，所以我就有这个想法继续玩这台车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玩爱将这么久的感言。没有爱将就没有现在的我，也没有工作室，所以我非常庆幸有碰到这台车，让我认识到很多人，认识到很多车友，也对。好，所以如果有人有爱将有问题，可以去问你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私讯我，也可以看我的 IG， 有什么新的东西你想装的就可以问我，我这个人非常的乐观，乐于分享。对，那就谢谢阿嘎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爱将的分享。好，拜拜，谢谢阿嘎。那你要剪得很辛苦哦。我也觉得。不要笑。我们现在来看阿嘎的工作室。这边的话有一些瓶瓶罐罐，有些油类啊、清洁剂。这边就是套筒。年初有新增一台拆台机。哎呦，这台买二手。对，然后那台是空压机。去修车的看到有这几本，基本上你就可以认同它会修车。